2月立春，细雨绵绵。湘潭村整整下了1个月的雨，杜家门前的土院子变成了一滩祸水的稀泥。杜婉春提着沾满淤泥的裙摆走进了屋内，放下手里的菜篮子，拍了拍裙摆上的泥渍。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突然疾步走来，指着她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臭丫头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还不快收拾东西准备嫁人！”她叫刘氏，是她爹5年前新娶进来的继室，隔壁桂花村的寡妇，嫁进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跟她一样大的女儿。虽说是继室吧，但是早在他娘没死之前就跟他爹在庄稼地里打滚，这事儿村里的人都知道，传到最后他娘就病逝了。杜婉春今年刚刚及笄，一出生就是个傻的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受他爹嫌弃，还好有他娘一直悉心的将他抚养长大。自从这刘氏进门之后，就把这个傻妓女当奴仆使唤，冬日里不给穿，夏日里不给吃，明明是个10多岁了的小姑娘，却被活生生折磨得瘦骨嶙峋。他爹杜大江就是一个老农汉，没有什么本事，被这个刘氏给拿捏得死死的，平日里看着自己傻女儿被欺负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前几日，成安县的李县令派人来替儿子提亲，说是要娶他这个傻女，这可惊得刘氏一晚上没睡呀。李县令家虽然官职不大，但是在整个成安县也算是土皇帝般的存在，那嫁过去可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啊。刘氏嫉妒的不行，最后和杜大江一商量，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刘兰芝替他这个傻姐姐嫁过去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，果真是这个理儿。杜大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刘氏呢，为了以免夜长梦多，还特地给杜婉春另寻了一门亲，隔壁长流村周家的大儿子。周家在长流村是有名的穷户，一个寡妇带了3个儿子，大儿子是个残的，二儿子是个瞎的，三儿子是个聋的，一家人没一个全乎的。多亏了周大娘一人养全家，只不过家里因为没有男人依靠，常被邻居左右欺负，不是被占田就是被占地，眼下怕是都快没米开锅了。刘氏现在把杜婉春嫁过去，就是摆明的想要把她往火坑里推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婉春啊，你不要怪爹，你是个傻的，嫁到县令家只会白白浪费，不如嫁去周家，这样对你对你妹妹都好。他说罢还不忘看向刘氏的肚子。杜家只有杜婉春和刘兰芝2个女儿，杜大江是做梦都想要有个儿子。嘿，这个刘氏老蚌怀珠，还当真怀了，现在已经有7、8个月大了，找了几个大夫看，都说是男娃。他心里知道周家是个火坑，但是为了刘氏肚里的男娃，他愿意断送亲生女儿的幸福，哪怕要他女儿的命也成。杜婉春站起身来，冷冷地看向杜大江和刘氏，半晌后他眉眼一弯，笑道：“好的爹，我嫁。”这还差不多。去，快换了衣服，跟着媒婆去周家。是，娘。杜婉春乖巧地应着，转身就进了屋。那是一间黑漆漆的小柴房，家里屋子不多。刘氏带着女儿进门之后，她就被赶到了这里。一连下了1个月的雨了，床上都长满了霉，一进屋就是一股子霉臭味儿。杜婉春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随后从一处柜子里拿出了一包红色的嫁衣，是她娘生前做的，说是留给她嫁人的时候穿。今儿个她终于用上了。屋外的杜大江和刘氏只当她是傻，其实他们并不知道，就在刚才她不小心在田坝上摔了一跤，醒来之后这脑子就突然灵光了，她不傻了。周家大儿子叫周瑞渊，他是见过的，他愿意嫁。当年周大娘带着3个儿子去长流村的时候，路过他们村的门口，他记得周大娘长得极美，一身明黄色的襦裙，就和那京中贵夫人一样。村里的人常说，周大娘是幼时被陈家卖去京城的童养媳，给一个马夫生了3个儿子。后来马夫死了，他就带着3个儿子回到了长流村。但是杜婉春知道，周大娘绝对不是普通农妇。周大娘识文断字，通情达理，养育出来的儿子绝对不会差。与其嫁给李县令那个大胖儿子，
倒还不如嫁给周瑞渊。他穿好嫁衣之后，提着自己仅有的东西，走出了这个困了他10多年的门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个家。立春之日，杜家2个女儿一同出嫁，一个提着包袱冷冷清清的被媒婆领走，另外一个八抬大轿风光大嫁。所有人都在给杜家道喜，都说他们家攀了一门好亲事。然而他们都不知道杜家和李家这门亲事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1个月前，李县令从知府大人的府上回来，在路上碰到了一名算命小道。湘潭村有一傻女，是腐女转世，你家儿子若能娶回家中，定能福运昌盛，永保荣华富贵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古往今来，婚姻大事都是讲究的门当户对。我一个堂堂的县令，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娶个傻女？那姑娘是因为丢了一魂，所以才变得痴傻懵懂。待日后她一魂归来，定就是不傻了。李县令依旧觉得他满口胡言。小道见他如此，继续笑说：李大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李县令丢给他一个铜板，直接甩袖子离开了。回到家中之后，李县令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，最后还当真信了小道的话，让自家夫人去寻这个傻女。李夫人哪敢让自己儿子娶个傻的呀，便跟刘氏合谋，瞒着李县令，直接娶了他家的2女儿。那日李县令也走得急，倒是听漏了一句话：那腐女有了一魂后，便得了天上父母的庇护，自带福气和厄运。你若对她好，那自然福运绵绵；你若对她不好，那可能会厄运连天。当然啦，这种玄乎的话，无论是谁听了都不会信的。从湘潭村走到长留村需要花上小半个时辰，不过好在周家派了一辆牛车来接亲。杜婉春和媒婆不出1刻钟的时间就走到了村门口。长留村内，原本乌云密布的天突然云开雾散，一缕缕金色的光芒如同细沙一般透过云彩缓缓洒下。杜婉春顶着一抹耀眼的阳光走到了周家门口。周家的房子是一座被篱笆围着的小土房子，房子不大，约摸着顶多只有个2、3间房。媒婆看着眼前之景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侧头握住杜婉春的手：哎呀，春儿啊，你爹还真狠心，好好的县令府不让你嫁，偏让你嫁这穷窝窝来。哎呀，这以后啊，怕是要受苦了。杜婉春以前虽然是个傻的，但是长相十分乖巧，圆圆的脸儿，圆圆的眼睛，是个惹人疼的小姑娘。媒婆姓柳，对这小丫头颇有几分怜惜。多谢婶婶挂心，我既然选择嫁到周家，自然不会嫌弃她穷的。哎呀，你呀，真是傻。杜婉春没有辩驳，继续笑了笑。这时，周家的大门开了，迎面飘来一股淡淡的花香。从里头走出来一位身穿灰色麻衣的妇人。妇人黑发如墨，用棕色的头巾挽着，皮肤微微有些泛黄，眼角浮着几根淡纹，但是并不影响她精致的眉眼，以及她那挑不出任何毛病的轮廓。呀，我正准备去村门口接你们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周大娘一边擦着手，一边大步上前，脸上满是喜悦。她笑得眉眼弯弯，仿佛眼中带着星星。即便故意迈着步子，用着略显粗犷的语调，但是杜婉春依旧在她身上看到了与这破败小院格格不入的端庄。这种端庄仿佛是与生俱来，即便她再怎么想要撇去，都撇不掉。周婶婶，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，都快皮包骨了。哎呦，这孩子受了不少苦，那后妈不是人。你瞧啊，原本定的出嫁时间是午时，他那后妈为了急着把他赶走，这不一大早就让我送来了。周大娘抬头朝着柳媒婆道谢：多谢你了，刘婶子。好了，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快把人迎进门吧。是啊，走，进门。他说罢，拉着杜婉春朝屋里走，脸上和心里都是欢喜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周家现在穷得叮当响，根本就没有银子娶媳妇儿，和杜家这门婚事啊也算是走运。杜家那刘氏找了一个媒婆寻亲事，那媒婆寻到了长留村里一个40多岁的老官夫那儿。这好好的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嫁给一个官夫，成何体统啊？
周大娘得知这件事后，很心疼这个小姑娘，便找了柳媒婆先一步去杜家打听，问他们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家。只是他家穷，出不起彩礼。刘氏急着要把杜婉春给送出去啊，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周大娘得知后，拿着家里仅有的银子，买了2床新棉被，放进了大儿子的房间里。即便这般寒酸，周大娘还是买了一点红纸，在屋前贴了一个喜字。杜婉春走进屋时，抬头便见到了那个大红喜字。很奇怪，发黄昏暗的小屋里有了这喜字，就变得生气勃勃起来。风儿、昭儿，快来见过你们大嫂。周大娘的话音刚落，后屋里面走出来2个小少年，一个大概14、15岁，叫周峰，是老二；还有一个大概12、13岁出头，叫周昭，是老幺。老二的眼睛是瞎的，老幺是聋的。老二在老幺的跟前做了手势，老幺便扶着老二来到了杜婉春前。嫂嫂好。2个人一同行了礼。他们2人模样相似，剑眉星眸，皮肤白净，身形高挑，放在整个成安县都是数1数2的俊逸。2弟3弟好。你大哥呢？顺便一同朝周昭做了一个手势。周峰还没答话呢，周昭便抢着说：大哥在屋里。杜婉春听他对答如流，小小的意外了一下。这3弟会说话？回嫂嫂的话，3弟他以前不是聋的，所以会说话。杜婉春猛地一惊，只听周大娘走到他身边说：昭儿和风儿以前都是好的，不过出了一点意外，所以才变成了这般模样。哦，什么意外啊？杜婉春有些好奇。周大娘垂着眉眼，目光变得深沉，沉默良久之后，拉着杜婉春转移话题：婉春呐，委屈你了，这婚事实在是草率，待日后我们一定都会给你加倍补回来。杜婉春笑着，她并不在意这些虚的，只要能够离开杜家，什么都好。没关系的，婶婶，我不介意。周大娘看着杜婉春这般大方得体，心里有些诧异，这孩子他不傻呀。他想，一定是那刘氏为了欺负这个小丫头，故意对外传的谣言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这回呀，周大娘像是捡到了宝一样的高兴，她拉着杜婉春的手就朝屋里走。婉春呐，我们瑞渊什么都好，就是腿脚不好，走不了路。不过大夫说了，他这腿还能治。他说着，将帘子一掀，朝屋里唤道：瑞渊，新娘来了。杜婉春跟着他的目光一同朝屋里看去，只见昏暗的房间内开着一扇小窗子，窗子旁坐着一个年轻男子。男子低头看着手中的书，任由一抹薄烟般的光洒在他的身上。他五官俊逸，整张脸仿佛都在雾中，好看得有些不真切。听到门口有声音，他微微抬头朝杜婉春看过来，深邃的黑眸里带着一股子冷意，打量了他半晌后，渐渐变得柔和了起来。他放下手中的书：娘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和新娘子有话要说。周大娘一听，眉头皱起，她知道周瑞渊并不满意这门婚事，也不是嫌弃这傻丫头，而是担心自己耽搁了这个好姑娘。她板着脸说：娘先去给你们做饭，你们好好聊聊。周大娘听她应了，掀开帘子就转身离开。眼下这个屋子里就只剩下杜婉春和周瑞渊了。按照普通农家的婚俗，他们2个现在应该在前屋拜堂才对。杜婉春觉得有些尴尬，低着微微有些泛红的脸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周瑞渊朝他柔声唤道：你走近一些。杜婉春身子一顿，然后朝前走了几步。她用余光打量着周瑞渊。眼前这个坐在椅子上无法动弹的男人，穿着一身灰白色的长衫，他皮肤白皙，气度不凡，即便是这般落魄寒酸，但也藏不住那一身贵气。杜婉春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她又突然想起了数年前第一次见到周瑞渊的场景。当时他还吃傻呢，被刘氏饿了一整天，肚子难受的不行，他便光着脚沿着田坝一个人去找杜大江。走了一路，他都没有看到杜大江的身影，最后在村门口被一辆马车拦下。是个贵妇人在问路，他们脸上都有伤，好像是在逃难。
他吃傻，别人问10句他也答不上1句，最后饿得在地上打滚儿。这时，一个少年掀开了帘子，露出了一张清秀憔悴的脸，伸手丢给了他一个包子。包子上沾了血迹，他当时并不懂，只知道大口大口的吃，一边吃还不忘一边抬头看着他傻傻的笑。杜婉春回忆起这段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当时少年的腿上好像都是血，想必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负的伤。他心里不免疼惜起来，好好的相公怎么就残了腿呢？姑娘，这门婚事你不要在意，我娘是出于好心才去求柳媒婆去说媒，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们就当收了你做妹妹，日后再给你寻一门好亲事。杜婉春对于他的话并不意外，今日媒婆都来了，周瑞渊都没出来和他拜堂，想必早就有了另外的打算。他缓缓走到他身旁，拿起了他看的书，笑道：伙计走进了你家的门，那就是你们周家的媳妇儿。你们不嫌弃我傻，我自当也不嫌弃你残，我们2个是半斤8两，天生一对儿。他说着眉眼弯弯，嘴角2侧露出了小小的梨窝。周瑞渊被他的话惊住了，抬起眼睛看着眼前这个俏皮灵动的小姑娘，微微有些出神。杜婉春低头看了看他手中的书，是一本并不常见的书，只是日后还需要相公你多加担待，我刁蛮任性，胆大妄为，莫要嫌弃我。他字字清晰，言语犀利。周瑞渊缓缓收了惊讶，慢悠悠拿过他手中的书。姑娘，你不傻。杜婉春可不是什么见着男人就害臊的性子，这话说开了，自然也不拘谨。不，我傻，全县的人都说我傻，那我就是个傻的。周瑞渊与他目光对视，怔怔地看着他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话。毕竟他也才17、18岁，从未与哪个女子亲近过。杜婉春离得他如此近，他甚至能闻到他发间的清香。那原本平静如死水的心突然翻滚起来，跳得砰砰直响。这时门外突然有人在唤：娘，快去后院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昭儿，怎么了？娘，你快来看！杜婉春连忙跟了上去。杜家的后院是一块用篱笆围着的红土地，只不过因为下了1个月的雨，都是坑坑洼洼的水坑。水坑两边有一个稻草窝，窝里趴着2个瘦鸭子和一枚大鸭蛋。这2个瘦鸭子还是周大娘把自己仅有的首饰当了买来的，刚买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，但是不出几天就病了，是隔壁他大嫂下的毒。本来这2个鸭子气息奄奄，是活不过几晚的，但是现在却活蹦乱跳的在窝里下了1个蛋。周大娘看到这鸭蛋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小心翼翼地将蛋捧在手心里，笑着说：太好了，昭儿、风儿，我们终于能吃上蛋了。这鸭蛋也是蛋，周峰和周昭虽然一个看不见，一个听不见，但是也都能感受母亲的喜悦。他们这一家人来到长留村已有3年了。周大娘本姓陈，卖去京城当童养媳的时候才5、6岁，带着3个儿子回来的时候，爹娘都死了，就只剩下一个并不亲的大哥和2个妹妹。2个妹妹都出嫁了，就嫁在隔壁的湘潭村。知道姐姐一个人带3个孩子不容易，就让大哥把家里废弃的3个小土房子给他们住。但是大哥和大嫂蒋氏一直嫌弃他们母子3人，不仅不帮助他们孤儿寡母，还霸占了他们的田地，给他们使绊子，想要他们早点滚。周大娘靠着缝缝补补的手艺，给县里的达官贵人浆洗，这才勉强度日。但是在农家没有田地，根本就没法活。周大娘想另寻办法，买了2个鸭子，准备养一些鸭子去集市卖，却没想到被大嫂眼红给下了毒。现在好了，鸭子活了，能下蛋了，以后的日子有着落了。周大娘捧着鸭蛋，眼泪汪汪的，差点哭出来。窝里的2个鸭子突然昂起头来，挺着长长的脖子看向远处的杜婉春，那俩眼睛啊，就像冒着星光一样的明亮。随后一同站起身，扭着屁股，拍打着灰白相间的翅膀。哟，周大娘抬头一看，只见窝里还有几个鸭蛋，她数了数，大概有4个，加上她手里的一共有5个。她连忙弯腰去捡，呀，刚好5个，够我们吃了。杜婉春看着那一个个圆滚滚的绿壳蛋，也很稀奇，小跑上前准备帮周大娘一起捡蛋。
晚春，地上有泥，你别过来。说着朝周昭招了招手。周昭连忙上前帮着接过他手里的鸭蛋，笑盈盈地看着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娘，这鸭蛋比我们以前的更……走，进屋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周大娘捧着鸭蛋立马打断他。说完，领着杜晚春就朝屋里走。周昭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，连忙闭上嘴，跟在周大娘他们身后。娘，三弟。周峰见着他们声音远了，也摸索地跟了上去。待他们三人进屋之后，周昭突然站起来，在原地一动也不动。周大娘回头看向他，觉得有些奇怪，放下鸭蛋，做着手势问道：“昭儿，你怎么了？”周昭抬起头，呆呆地说：“娘，刚刚从后院进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了什么？”周大娘愣住了，有些不明白。周昭突然瞪大了眼睛，吃惊地问：“娘，你刚刚是不是说走进屋？”昭儿，你能听见了？是，娘，我能听到了。周大娘惊呆了，她大步走到周昭跟前，朝着他的耳朵左看右看。你真的能听见了？是的，娘，我能听到了。周大娘激动的浑身颤抖起来，她伸手捧着周昭的脸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的儿啊，你终于能听见了。你瞧，那些人不想要我们好过，我们偏要好给他们看。现在你的耳朵好了，再过不了多久，你二哥的眼睛、大哥的腿都会好的。周昭一把抱住周大娘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流。周大娘一个女人带着这3个残儿子，在村里可真是受够了白眼儿。当初她刚来的时候，她大嫂指着周昭的头骂他小聋子，笑他一辈子残废。现在好了，家里终于有个全乎人了。杜晚春在一旁瞧着也高兴，跟着一同笑着，默默地帮他们把鸭蛋给拿进了灶房。今天虽然是大喜的日子，但周家实在是没有办法拿东西宴请客人，所以陈家那几个亲戚一个也没来。倒是昨日周大娘2个小妹拿了点萝卜白菜来，让他们的新媳妇儿也不至于来第1天就没有菜吃。杜晚春来到灶房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有烧好的白菜和萝卜了，应该是周大娘刚刚做好的。杜晚春把鸭蛋放在一旁，准备回去，便听到屋外传来了声音：“点个订阅吧。”哟，二妹呀，你怎么娶媳妇都不叫上我和你大哥呀？这个女人就是周大娘的大嫂蒋氏。她听说周家大儿子娶了一个傻女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笑话。大嫂，你不是说和我们断绝关系吗？既然已经断绝了，我们还请你们做甚？哎呦，我瞧啊，你是怕你们那傻儿媳妇被我们瞧见，觉得丢脸吧？啊！哼，我大儿媳妇不仅样貌俊，还很乖巧懂事，哪里丢脸了？蒋氏不依不饶的直接闯进屋子，找了一条长板凳，气势汹汹的坐下。二妹，你就别吹牛了，我可是听说了。哎呦，那杜家女儿啊，从小就是个傻的。你说，她要是给你们家老大生了个儿子，会不会也是傻子呀？啊！哎呦，太好笑了。哼。哎呦，一家人呐，瘸的瘸，瞎的瞎，聋的聋，也不差再多2个傻子，对不对？哼！他的声音很大，杜晚春在里面听得一清二楚。他也不急，将刚才那几个鸭蛋打了2个，再就着一旁的野韭菜炒了一盘韭菜蛋。他从小就学会了做饭，以前虽然傻，但是手脚灵活，现在做起来更是顺手。很快一盘菜就炒好了。娘，二弟，三弟，饭菜做好了。一股香味传来，众人都朝着杜晚春看去。周大娘惊了一下，她不是没想到杜晚春会做饭，而是心里心疼，怎么能让这小丫头一进门就做饭烧菜呢？晚春，你去瑞渊房里歇着，这些我来做。杜晚春将手中的韭菜鸭蛋放在了蒋氏身旁的桌上，笑着朝周大娘问：“娘，这位是？”“她是你大舅母。”“大舅母好。”杜晚春甜甜的唤着，
她个头小巧，模样讨喜，尤其是那双大眼睛，没有人不喜欢。蒋氏一直在打量她，看着她秀丽的容貌，看着她从容的笑，看着这一盘子香喷喷的炒蛋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哇，这样的小媳妇儿那可真是十里八乡都找不到啊！周家这是走了狗屎运呐！蒋氏此刻心里气得不行，她本来是来看笑话的，这一下打自己的脸了。他家大儿子比周瑞渊还大呢，一直没娶妻，现在看着周家这温柔的小媳妇儿，那个嫉妒啊，巴不得把那一盘子炒蛋给打翻他。一想到蛋，蒋氏更气了。他们家在长留村还算是富庶人家，后院有那么5、6只母鸡，到了春日里的时候，每日都能捡上5、6个蛋。不过呢，他们都舍不得吃，平日都攒着，拿到县里的集市去卖钱。但是这穷的没有米开锅的周家，居然还能吃得起蛋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哼，二妹，你家哪来的鸭蛋呢？你是不是去我们家偷的？他们两家就隔着一堵墙，是当初分家的时候砌上的，两家的院子就靠在一起。杜婉春解释，大舅母，这是我们家自个压生的鸭蛋。嘿，谁问你了呀？我问你娘，你答什么话呀？他这一吼，周大娘就怒了，她将杜婉春拉到身后护着，厉色道：蒋秋菊，我家儿媳妇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蒋氏挑着细长的眼睛，瘪着嘴笑，哼，她是晚辈儿，我作为长辈怎么不能说啦？周大娘也不示弱，你别忘了，你和我大哥早就已经跟我断绝了关系，今日让婉春叫你一声大舅母，是看在大哥的面子上，你要是再这样不客气，别说我们拿搅屎棍把你轰出去。蒋氏见他这般，愣了一下。她这个小姑子带着孩子刚从京城回来的时候，斯斯文文的跟个千金大小姐一样，现在也变得粗鲁起来，看来是变了呀。你这样说，嘿，我今儿个还真不走了。她双手叉着腰耍赖。周大娘真是气得不行啊，平日里闹闹也就罢了，今天可是婉春进门的第一天，她怎么能让婉春受这样的委屈呢？他越想越气，转身去茅房当中，真的拿出一个搅屎棍出来，朝着蒋氏挥舞。滚！快给我滚！蒋氏被那臭烘烘的搅屎棍给吓到了，连忙起身。哎呦，这冷啊！你快给我放下你！周大娘皱着眉头，提着搅屎棍就要朝他甩。蒋氏吓得呀都不行了，连忙拔腿就跑。周大娘就跟在后面追。蒋氏一个劲儿的朝前跑，许是因为有些着急，一不小心绊着院门口的石头摔跤了，扑通一声响，他那张油腻腻的脸直接摔进了泥地里。屋里的周瑞渊也出来了，他坐在一个装了2个轮子的椅子上，缓缓朝这边过来。周大娘见罢，立马收了搅屎棍，大步去了茅房。周瑞渊见周大娘走了，冷着双眸朝周昭使了一个眼色。周昭立马懂得了他的意思，小跑进屋，从灶房里拿出了那几个破碎的鸭蛋壳。这边蒋氏刚刚才从地上爬起来离开了院子，周昭拿着蛋壳就追了过去。大舅母，蒋氏听到声音回头去看，周昭直接将这蛋壳甩到了他的脸上。大舅母，可看清楚了，这是鸡蛋还是鸭蛋？那青绿色的蛋壳带着粘液摔到了脸上，摔得他生疼。蒋氏又哎呦一声，哎呀，你这个小聋子，你找死啊你！哼，大舅母，你就别再叫我聋子了，我的耳朵呀好了。啊！蒋氏惊呆了，愣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气得不行，一边跺脚一边回了家。杜婉春远远地看着，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咯咯的笑声像那9月的风铃一般，十分悦耳。破旧的小房子里，仿佛在一瞬间什么都不一样了。周瑞渊缓缓抬头看向杜婉春，良久后朝他问：“你叫杜婉春？”杜婉春低着头看向他，笑道：“是的。”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婉春，今后若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尽管来我身后，即便我站不起来，也能保护你。周瑞渊的声音很好听，深沉稳重，还透着一股温文尔雅。借着门外照来的阳光，杜婉春这才发现周瑞渊的骨架很大，宽厚的肩，挺拔的腰背。虽然坐在椅子上显得有些病弱，但是如果他能站起来，应该非常高大。知道了，相公。
这声相公唤得周瑞渊心跳再次加快，耳根子不知不觉地红了。杜婉春推着他的椅子说：“走吧，相公，我们先进去吃饭。”明明是一段他本不同意的婚事，但却仅仅是因为见了这一面，他就突然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好起来。他说他是傻子，不嫌弃自己是个残的，但是他并不傻，那他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残下去。原本从3年前开始就被磨掉羽翼的周瑞渊，好似从这一刻开始又有了曾经那股傲气。他不能输给自己跟前的这个小丫头。待蒋氏走后，周大娘把家里重新收拾了一遍，再把饭菜热了热，一家人就开开心心地吃了起来。来，晚春，多吃点。周大娘把炒蛋都夹给了她，杜晚春感动不已。自从她娘死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对她这般好过了。她连忙又把蛋夹给了周大娘，娘，来吃蛋。周大娘见她这般懂事，心里也很欣慰，眼睛一下子又湿润了。不过很快便被周昭和周峰打破了。嫂子娘，你们就别争了。小街那2个鸭老大以为我们不够吃的，到时候拼命生，生的呀我们都吃不完了。周峰性子老实，周昭性子活泼，尤其是耳朵好了之后，说话总是笑嘻嘻的，没一会儿就把大家给逗笑了。没过多久，整个院子里都是他们一家人的笑声。3年了，这是周家母子4人头一次笑得这么开心。你瞧瞧你家那个好二妹呀，今天居然拿着搅屎棍来赶我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都说长嫂如母啊，你爹娘走了，我不就是他娘吗？他就是这么对娘的。随后又骂陈老大，还有你，天天就知道种地种地，得空了跟我去看村口的王家姑娘，早点把亲给结了。陈铁牛和陈老大根本就不敢得罪他，只得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哼，周家那2只鸭子还真是命大哈！我明明下了成倍的药，怎么不仅没死还生蛋了呢？哎呀，难道说因为那2鸭子根本就没中毒？孩子他娘，你就别再干这种损阴德的事儿，以后是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什么报应啊？她一个出嫁的女人就不该回来占娘家的东西。孩子他娘，二妹可是没占我们一点东西啊。那小破房子本就是你不要的，那小房子后院也是他们自己开的荒，要说占，反倒是我们还占了他一块地。他们说的那块地是周大娘刚来长留村卖了大半个家当买的，陈铁牛和蒋氏硬说这是他们陈家的地，给强占走了。哟，怎么着啊？你这是心疼你妹妹啦？陈铁牛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哼，他之前在京城享福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起你呀？现在你心疼他，那就是犯贱。陈铁牛侧过身，气儿都不敢出了。哼，1次毒不成，那我就毒第2次。他从房里找到了老鼠药，朝后院走去。这次的药加大了剂量，小鸭子吃了不出1个时辰都会嗝屁。蒋氏下完药之后，这一下午呀什么都没干，就等着看隔壁鸭子讨食。等啊等，眼看着天都要等黑了，他实在是耐不住性子了，朝着后院走去，想要看看2只鸭子死了没有。然而他才刚到后院门口，就听到陈老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：“娘，不好了，我们的鸡！啊，我们的鸡怎么了？”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娘，我们的鸡全部都被黄鼠狼给咬死了。什么？娘，就在刚才，我们家的鸡都被黄鼠狼给咬死了。只见院子里那几只老母鸡全都一个个歪着脖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。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嘞！我的鸡怎么都没了呀？这大白天的怎么会有黄鼠狼呢？哎呀，我的鸡呀！他们陈家家里有田地，平日里也是不愁吃穿的，但要是没了这些老母鸡，就少了鸡蛋打牙祭，也不能拿去卖了。这卖不了鸡蛋，就要损失不少铜板。蒋氏是越想越痛心，走到鸡群里面，一边用脚踢着死鸡，一边痛骂：“该死的黄鼠狼！你偷吃你就偷吃呗，你怎么把我的鸡都给揍死了呢？不要让老娘抓着你啊，不然小心我扒了你的皮，把你晒成风干肉啊！”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陈老大走到鸡群里，拿起一只死了的鸡，扒开上面的毛，长叹一口气：“
这咬的没一块好肉，都没法吃了。不吃就不吃，我们老陈家也不差这口鸡。他说完，朝着身后的陈铁牛扯着嗓子喊：“老陈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买个老鼠夹来，我一定要把那只黄鼠狼给逮了。”哎，好嘞，孩子他娘。蒋氏扶着腰，大喘着气，整个人就像是脱了一层皮一般的有些站不稳。这时，陈老大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看向隔壁周家的后院说：“娘，我们这边遭了黄鼠狼，二姑那边怎么样了？”哟，蒋氏一听，立马想起了自己下毒的事儿，连忙走到隔壁的围墙旁，踩上一块石头，朝里看去。周家院子不大，也就只能养一些鸡鸭。院子的西南角落里搭着鸭子窝，周大娘好像也不怎么会干农活，那鸭子窝稀稀拉拉的。不过就是那破败的小窝里，居然躺着3、4个大鸭蛋，那鸭蛋可真大呀，估计有平常鸡蛋的2、3个那么大。鸭蛋旁站着2个大鸭子，这俩鸭子才1天没见，好像就胖了许多哎。蒋氏看了以后惊呆了，嘴里不由得念叨起来：“这不可能啊！我明明下了毒来着，这俩鸭子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呢？不可能！”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脑子就像是被蒙了浆糊一般，整个人都变得迷糊起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快下来！蒋氏听到他的唤声，猛地惊醒，刚好转身下来，脚一滑，整个人就摔了下来。哎呀！一声痛呼，蒋氏整个人就摔到了刚才的死鸡堆里，抬头时吃了一口的臭鸡毛和血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这是做了什这么好么孽呀看，我？点个订阅吧。娘，大舅母家这是怎么了？不用管他，那蒋秋菊就是个泼妇，估计今天在我们家受了气，现在估计在自个儿家发火。晚春呐，你不用把他们那2人当长辈看，若是他们欺负你了，你尽管还回去，不用顾及我们。杜晚春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唇角弯弯。娘，你说3弟的耳朵好了，我们要不要再去找大夫给相公和2弟看看腿和眼睛啊？周大娘是个极其好相处的人，婆媳2人虽然今儿个才初次见面，但是却相见恨晚，2个人莫名觉得很亲近。杜晚春也愿意唤她娘，每唤一声，她都会想起自己的娘，让她有种重新有了家的感觉。我也想给他们看大夫，只是现在我们手里没有那么多银子。现在啊，看病吃药都得花银子，周家现在连饭都吃不饱，自然是没有钱买药了。杜晚春听到以后，脑袋瓜转了转，指着周大娘身上挂着的一个小香包问道：“哎，娘，这个香囊是你做的？”这个香包散发着茉莉花和桂花2种香味，2种香味混合，味道出奇的好闻。杜晚春刚进门那会儿就闻到了。是啊，平日里在做缝补的时候得了这么一块旧布，丢了又舍不得，便从山上采了野花做成了这香囊。杜晚春仔细看过以后，突然就有了主意。娘，你的手艺这般好，不如我们做一些这样的香料去镇上卖啊。拿去镇上卖，会有人买吗？普通的农家人只管温饱，谁还会想着买香料呢？娘，你若是在长留村里卖，那自然是没有人买了，但是去县里去府上可就不一样了，那里有很多富庶人家，多少都会买一点香料傍身的。周大娘半信半疑，她搓了搓手中的香囊，犹豫着。她在种田种地养鸡养鸭方面确实是没什么本事，唯独有一手好的炼香本事，只不过她并不想把这个本事给拿出来。杜晚春见她没有手啃，也不急。娘，不急，我们先把咱们的地要回来，种上粮食，等有口饭吃再说。对，没错，把地要回来。陈家霸占了他们家那块地也有2年了，他早就惦记着拿回来。今日蒋氏来闹事，他也是看明白了，这些人就是欺软怕硬的，你越是胆小怕事，他们就越欺负你，可你若是泼辣一点，他们反而还老实起来。周大娘咬咬牙，为了自家的儿子和儿媳妇儿，她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将那块地给拿回来。这晚算是杜晚春和周瑞渊的洞房花烛夜。晚春，你若不愿，就和娘睡一间。说罢，她垂下了头。今日你进门这般寒酸，
除了我们家没有银子外，还有就是瑞渊的意思，他的腿没好，不想跟你拜堂，不想耽搁你。娘，此事相公和我说过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我愿意等他的腿好。但是哪有新进门的媳妇儿把相公独自丢在新房里的呀？若是被外人知道了，那不又要笑话我们啦？你放心吧，我不在意这些。正巧晚上相公也需要人照顾啊。周大娘听后心里很是感动，交代了几句以后，就让杜婉春进房了。好孩子，晚上要是有事，记得唤娘。知道了，娘。杜婉春毫不犹豫地走进屋子，是报恩也好，是一见钟情也罢，从她见到周瑞渊的第一眼开始，她就认定了这是她这辈子相濡以沫的相公。新房内，周瑞渊还没睡呢，他依旧坐在桌旁，借着烛光看书，只不过手里的书换了一本，是一本杜婉春没有见过的。杜婉春走到他身旁，朝他轻声唤道：“相公，你还没睡啊？”周瑞渊见他突然进来，略有些诧异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哎，我们今日新婚，为何不能来啊？”周瑞渊见识过他的伶牙俐齿，没有和他多加争执，挥着自己身下的椅子来到床边，抱起一床被子就准备出门。杜婉春连忙拦下他：“哎，相公，你今夜若是抱着被子走出去，那明日我可就要落下弃妇的名头了。”他说的没错，村里的小媳妇儿最怕村头那一张嘴呀。周瑞渊今夜要是真把他一个人丢下，明日那些人还不知道会怎么编排他杜婉春呢。尤其是他的娘家，他那个继母和继妹就是见不得他好。周瑞渊停了下来，没有再执意要出去了。他放下被子，重新推着椅子回到桌旁，说道：“你先睡，我还要看会儿书。”杜婉春见罢，脸上露出了笑，把被子重新拿到床上，然后将床一分为二，分别盖上2床被子，他一床，周瑞渊一床。杜婉春脱了鞋袜，爬进了床里头那床被子里面，静静地躺下。周瑞渊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书，白净的手指轻轻地翻着书页，整个屋子里都安静的只能听到纸张翻过的声音。杜婉春窝在被子里面偷偷地看他，暗黄的灯光下，那张轮廓分明的脸比白日里看到的更显深沉，眉眼间更是多了一丝愁云壮志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相公，你能识文断字，为何一直没有去参加科考啊？周瑞渊停下了翻书的手，沉默了半晌后，缓缓说：“不想入仕。”杜婉春小巧的眉头一颦，很是不解：“若是不入仕，又怎么能出人头地呢？”周瑞渊恢复如常，继续翻着书，一边看着一边回道：“仕途复杂，免得招惹一些是非之事。”杜婉春半知半解，想了想之后笑道：“不是，相公，想要出人头地，也并不一定非要入仕，士农工商总有一条适合我们的道。”他说完就闭上眼睛，沉沉的睡下了。今天一天经历的太多了，他实在是很累了，一躺进舒服的被窝就觉得犯困。被子是周大娘新买的，软软的，比他之前在杜家睡的茅草床要好多了，而且被子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就和周瑞渊身上的一样。周瑞渊见他没了动静，微微抬眸看向他。杜婉春整个人都窝在被子里，只露出那一张小小的圆脸。很奇怪，明明是一个瘦得全身只有骨头的小姑娘，脸上却看起来肉嘟嘟的，尤其是睡着的时候，就像那庙里的小娃娃，瞧着就想朝那小脸蛋咬上一口。周瑞渊一下子有些看得出了神，良久之后，他连忙收回目光，放下了手中的书。他手里的书叫《商君书》，主讲御天之法和治国用兵之道，与他入不入仕没有关系。夜色渐深，周瑞渊渐渐也有了困意，他双手扶着桌边，一挺腰，拖着动弹不得的2只腿上了床榻。他的腿虽然残了，但是练就了一副好腰，平日里简单的上床下床他都能够自行解决。若是脱掉衣裳的话，还能看到他强健有力的腹肌，这和他在外人面前展露出的病弱截然不同。周瑞渊上床之后靠墙坐着，侧头轻轻地看着熟睡的杜婉春，深不见底的双眸不知不觉浮现了许许柔情。眼前的人就像突然闯入的稀世珍宝，照亮了整个屋子，却又明晃的令人不敢靠近。
他看了很久，杜婉春突然翻了个身，身上的被子被踢开，露出了一小截瘦弱的小手臂。周瑞渊看着脸上渐渐露出的怜惜，他弯腰提起被子，小心翼翼地给他盖好。烛光摇曳，小窗蓝轩，破败的木床，红艳艳的被子，少女熟睡时缓缓传来的呼吸声，原本昏暗阴冷的小屋变得莫名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一日一早，吃过早饭后，周大娘带着周昭和杜婉春一同去陈家要地。哼，陈月娥啊，你们来干什么呀？想要看我们家笑话是吗？蒋秋菊，你家占了我们家那块地已经2年了，是时候该还给我们了吧？哈，你这是想要来找我要地？刚刚从京城回来那会儿，周大娘的性子不算懦弱，只是跟泼辣的蒋氏相差甚远。为了不惹事儿，周大娘多是能忍则忍，很少像现在这样直接上门来找蒋氏要地的。那块地是我花钱买的，我早该来要了。我呸！这地是我公婆丢给我们的，谁说是你们的了？周大娘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了，直接从怀里拿出地契。现在这地契在我这里，要不要我们去县里见官，看看这地到底是不是我们的？蒋氏看着这地契，他顿时愣住了。啊，他记得这地契明明被他偷走以后烧掉了，怎么这会儿还有啊？周大娘将地契摊开来，在他跟前晃了晃。你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当初那地契的确是被烧了，这张是周瑞渊凭着记忆仿造的。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，就连模仿字迹和画还有印章都是有模有样，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。蒋氏并不识字啊，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红色印章，就以为是真的。嘿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难道以前那张是假的？蒋秋菊，我们好歹也是亲戚一场，闹到见官就不好了。你们家田地比我们多，也不差这1-2块，不如就还给我们。你个骚寡妇啊，想要从我手里拿走这块地，除非我死！说完他就转身进屋，拿了一把铁钳出来，朝着周大娘就挥了过去。都给我滚，快滚，不然小心我不客气了我。周大娘买的那块地靠着一块池塘，是非常肥沃的黑土地。蒋氏一半种着稻子，另一半种着菜。以前虽然也够吃吧，但是有了这块地之后就更加富足了，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这块地还回去了。眼看着铁钳挥过来了，周大娘身后的周昭动作十分快速地冲上了前，一把握住挥来的铁钳，呵斥道：“还有没有王法？当街打人是想谋害人命！”周昭很高，虽然才12、13岁，但是却比周大娘要高出了一个头。站在周大娘的跟前，就像是一面气势逼人的墙一般，令蒋氏一阵发怵。以前怎么没瞧出来这小聋子这么凶悍呢？大舅母，你是忘了我说的话了吗？我现在不聋了。哎呦喂！你这个臭小子啊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！你连舅母都打呀？舅母，你也配？你！蒋氏气得不行，咬着牙直发抖。周大娘朝屋里看了一眼，朝着躲在门口的陈铁牛唤道：“大哥，你也出来说句公道话，这地到底还不还？”陈铁牛畏畏缩缩地朝蒋氏看了一眼，随后缩着头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爹娘，不好了！蒋氏一惊，最近倒霉事也太多了吧？听见儿子这么说，他的心就慌了。周大娘十分好奇，挽着杜婉春朝一旁退了2步。陈老大因为太急，根本就无暇顾及周大娘，直接越过他们来到蒋氏跟前说：“爹娘，我们地里出事了！”哎呀，地里种着稻子和菜能出什么事儿啊？陈老大那脸上满是慌张，急得不行，哆哆嗦嗦，一时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最后一跺脚，直接拉着蒋氏就朝地里走。爹娘，你快跟我去看看！蒋氏云里雾里的，任由自家儿子拉着朝外走。屋子里的陈铁牛也小跑着跟了上去。周大娘看着慌慌张张离开的陈家人，眉头一皱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娘，不如我们一起瞧瞧啊。周大娘一听觉得有道理，点了点头，随后朝身旁的周昭唤：“昭儿，走，我们也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”哎，行，娘，我们快跟上前去。说完大步上前给他们带路。
你这是偏要跟我过不去呀！你瞧瞧，你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！只见眼前那块地里，原本种的稻子苗全都黄了，地里种的菜也全都被虫给咬烂了，整片地里已经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了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强占人家的地，我们会落得这样的后果吗？都说了少做坏事，你偏不信。你瞧瞧，这不就存了阴德，遭了报应？一定是你们干的，是你们害得我地里的菜和稻子都变成了这样。娘，你就别乱说了，这稻子是因为地太干才黄的，这菜都是因为地里虫太多才烂的，你怪人家干什么？要怪你就怪你自己，平日让你来地里帮忙，你偏不来，要是你帮着引水，帮着除虫，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们家又不是只有一块地，要是二妹想要，你就给她就是。我们几个与其在这里奔丧，还不如回家把死鸡给收拾了，把小猪仔给找了。不行，我就是不把地给他。你瞧瞧，这块地稻子和菜都死了，晦气得很，不如还给他们，我们自个儿回去把自个儿的地给种好。他们长留村的人多少都有信鬼神的说法，昨儿个还好好的地，今天就出了问题，指不定底下有什么邪祟呢。不要就不要，陈铁牛想得开。不给，这地我就算是烂在这里，我也不给陈月娥。陈铁牛气得不行，抬起手就要朝蒋氏挥去，但是很快他又把手给收了回来，直接拽着他的胳膊往家里拉。陈老大看着眼前的地，也是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不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，拿起自己的锄头就朝着陈铁牛他们跑去。爹娘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二妹，这块地你们想要就拿走吧。周大娘可并不信邪，满心的欢喜。那好，大哥可要说话算数，不能再让嫂子来闹，不然我们可能真的要对簿公堂。放心，我丢不起这个脸。哎呀，你快放开我！这块地不给他们，不能！陈铁牛眉头一皱，朝他冷声呵斥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？”蒋氏啊，平日里在家里霸道惯了，难得被陈铁牛这么一吼，当真还害怕起来。他连忙闭上了嘴，没有再说话了。陈铁牛随即又皱着眉头瞪了他几眼，他很少这么凶的。蒋氏直接吓得腿软。哎呦，这2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他也没力气再闹了，只得跟着陈铁牛乖乖的回家。待陈家人一走，周大娘欣喜地跑进了地里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有自个儿的地了。周昭跟着自个儿娘，脸上也满是笑。不过看到地里面黄了的稻苗和烂了的菜，不免又开始惆怅。娘，这地里的东西该怎么办呀？周大娘这会儿也困惑起来，良久之后说：“我们得把这些苗和菜给拔了，再把地翻翻，重新种上。”杜婉春连忙走近：“哎，娘、三弟，你们先别急，让我瞧瞧。”周大娘侧头看向杜婉春：“婉春，你……”杜婉春蹲下身来，伸手摸了摸菜叶子，摸了摸稻子苗。“娘，别急啊，这些还有救呢。”“有救？”“这些苗和菜都只是病了，适当用点药，应该就能有所好转了。这种田和种菜啊，是要有方法的，不是种下去就一了百了了。那些菜苗和菜就跟人一样，照料不好也会生病的。”杜婉春以前傻的时候，就经常跟着娘在菜地里面琢磨这些，所以多少也学了点东西。周大娘和周昭平日里也在书上看到过这些，听杜婉春这么说，大概也就明白了。行，我现在手里还有些铜板，等下就去县里买点药，顺便买点大米和种子。周大娘这身上充满了干劲儿。一家人重新回到家中，将这件事告诉了周瑞渊和周峰。周瑞渊和周峰二人倒是稳重许多，听到他们说地要回来了，立马把家里之前剩下的种子都翻了出来。周大娘清点了一下，正好不用买了。杜婉春蹲下身，拿起一把种子看了看。娘，要不你今天就不用去县里了，我们现在种这些瞧一瞧。周大娘站起身笑道：“去，当然得去，不买种子也得买米和药。”他说完，转身进屋拿了铜板揣到兜里。婉春，你就留在家里，我和昭儿去。好，娘，你路上小心一些。周大娘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神采奕奕。
我们长留村靠着成安县近，走路不要半个时辰就到了。你和瑞渊他们在家里等着，我和昭儿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知道了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待他们3人吃过午饭之后，周大娘带着周昭回来了。20多个铜板并不多，周大娘买了一些米和药。不过，令杜婉春意外的是，周大娘还买了一块新布。那布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布料，但是染了色，淡淡的橘，瞧着比他们身上穿的灰衣麻布要好看许多。杜婉春看着布，诧异道：“哎，娘，你怎么买了一块布啊？”周大娘拿着布在她身上比划了比划，笑道：“过2天就是你回门的日子，得穿得好一点才成，气气你那狠毒的继母。”杜婉春这才突然想起，过2天就是她和妹妹回门的日子，她差点都忘记了此事，没想到周大娘一直记在心里。周大娘比划好之后，继续说：“娘这就去给你做件新衣裳，样式一定是最好看的。”哎，娘，其实不用了。周大娘一边从屋里拿针线一边说：“怎么不用了？婉春，这次你听我的，你那继母和继妹从小到大就知道欺负你，这次回门一定要杀杀他们的威风。”杜婉春看着周大娘如此热心，也不好意思再推脱了，十分感激地谢道：“多谢娘。”这声娘叫的周大娘是心花怒放。你先等着，这衣服很快做好了。说完，朝一边的周昭唤道：“昭儿，去把买来的药拿来，给大嫂看看是不是这个。”好嘞，娘。周昭笑着将米搬了进去，随后拿出了几小包药。周大娘接过药包递给杜婉春：“我也不知道这药买的对不对，你看看。”杜婉春拿在手中闻了闻：“没错，就是这个。”一旁的周昭听着大喜：“那我们快去地里撒药，看看那些庄稼还能不能把活。”周大娘放下手中的针线，点头应道：“走吧，现在就去。等把地弄好了，我好给你嫂子缝衣服。”周昭转身进屋，拿了背篓跟锄头，脸上满是笑。他自从耳朵好了之后，干什么都是劲儿。一行人很快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地里。周大娘原本不想让杜婉春去，但是杜婉春执意要去，也就随她的意了。周瑞渊和周峰一个腿脚不好，一个眼睛看不见，就待在家里面帮忙砍柴烧饭。等杜婉春他们到了地里，撒完药之后，就已经是傍晚了。周大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看着山边照来的霞光，脸上满是喜色。这是个好兆头呀，天气一好，地里的东西就长得快。果然跟他说的一样，这地里的东西啊，的确是长得快。第2天，周大娘带着周昭来地里的时候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原本发黄枯萎的稻子变得绿油油的，好似比昨日还高了几分。地里的小白菜和莴苣都长出了大叶子。周大娘看着这些菜欣喜不已。哎呀，婉春说的这药还真管用，你瞧瞧，这些原本烂掉的菜都活过来了，还有这小白菜，今天都能采着吃了。他说罢，蹲下身摘了一把小白菜叶子，在手中晃了晃。是啊，娘，嫂嫂可真厉害，要不是她的话，我们差点把这些菜都挖了。说着，走到菜地的最尽头，想看看还有什么菜。突然看到隔壁的一块空地上长出了一大堆的叶子。啊，娘，你快看！周大娘闻声走了过去，只见那块原本都是石头的地里，居然长出了萝卜叶子。这可真稀奇呀，这块地里居然长出东西来了。当初他们买这块好地的时候，被人忽悠着一同买下了隔壁的坏地。那坏地里都是硬邦邦的石头，想挖都挖不动。这许久没来地里看，居然长出了萝卜，这让周家母子惊得目瞪口呆。周昭连忙走到了萝卜地旁，抓着叶子拔出了一只萝卜。这块地难不成是被你们大舅母他们种活了？不像，要是他们知道我们地旁有这块好地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还给我们？周大娘实在是想不明白，困惑道：“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周昭是念过书的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所以然，最后找到了一个理由。娘，说不定是这块地荒废久了，慢慢变得肥沃，再加上没有人打理，所以才长出了这些萝卜。周大娘半信半疑盯着萝卜看了半晌。周昭朝着萝卜一口咬下，
脆脆甜甜的，就像那7月里的果子一样，十分好吃。娘，你快来尝尝，这萝卜真好吃，跟我们以前吃的那海棠果是一样的。海棠果是红皮的小果子，这边村里没有人种，平常也只有大户人家才能吃得上。真的？周大娘满心好奇，也拔了一个圆圆的萝卜，削了皮吃了一口。萝卜的汁水十分多，一口咬下去清甜解渴，一点萝卜辣味都没有，反而还有一股果子的清香。她连忙又咬了几口，细细的在嘴里面嚼了嚼。这萝卜的确是好吃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娘？来，我们多装几个带回去，给你大哥大嫂他们尝尝。给娘。周昭将身后的背篓提了过来，递给了周大娘一个小锄头。母子俩拿着小锄头，一起蹲下腰，在地里面挖萝卜。那地里的小萝卜头就像是源源不尽一样，怎么挖都挖不干净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们就挖了一大篓子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眼看着就要到午时了，周大娘和周昭背着萝卜回到了家中。杜晚春早早的把米煮了，见着他们回来了，连忙迎了上去。娘，三弟，你们这背的什么呀？周大娘进屋之后，将背篓放在地上，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已经削好了皮的萝卜，递给他。晚春，你快尝尝这个萝卜。哎，娘，这萝卜是哪里来的？杜晚春疑惑地接在手中看了看，随后咬了一口，清甜的果子香席卷环绕在了唇齿间，只是一口就令人心旷神怡。这萝卜真好吃。周大娘笑得合不拢嘴。好吃吧？就都是从我们家地里挖出来的。以前那块地买来的时候都是石头，没想到现在居然长出了萝卜。杜晚春露出惊色，随后眉眼一弯。哇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今天中午我们可以炖萝卜汤喝。周大娘将篓子里的萝卜全都倒出来放在地上，看了半晌之后说：只是这么多萝卜我们也吃不完呐。杜晚春蹲下身，拿起一个萝卜在手里面掂一掂，灵机一动。哎，娘，不如我们把这些萝卜拿去县里卖了吧。卖萝卜？没错，就是卖萝卜。这萝卜也有人买？我看村里人家家户户都种了呀。娘，这村里人是都种了萝卜，但是县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没有啊，他们平日里都叫人在附近的村里面收菜呢。不如我们就直接找一户人家卖过去。卖给谁呀？他带着孩子来长留村也没有几年，别说是县里的人了，就连村里的人他认识的也不多。杜晚春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李县令家里的后厨帮佣何大婶儿。何大婶儿和他娘从前是一个村子里的，从小便一起长大，感情还算是不错。后来她嫁给了李县令家的护院，在后厨做了帮佣，渐渐的往来就少了。不过他娘还在世的时候，何大娘经常帮着买下他们家不少的粮食和菜。他跟着他娘去送菜的时候见过很多次。娘，我认识李县令家的帮厨，要不然明儿给我带着去县里瞧瞧，看看能不能卖出去。也行，不过我得陪你一起去。娘，你还忙着给大嫂缝衣服呢，要不然的话我陪大嫂去。周大娘听罢周昭的话，侧头看了一下桌上剩下的布，有些为难起来。三弟要忙着看咱们家的地呢，不如我还是一个人去吧。哎，娘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去过县里，一个人不会有事的。家里的地刚要回来，没人看着的话，隔壁那陈家估计又会抢回去。点个订阅吧。周大娘看着那些布，眉头缓缓皱起，不放心杜晚春一个人出去啊，可是又不想后天她回门的时候没有衣服穿。哎呀，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周瑞渊推着椅子从房里出来。不如我陪他去。瑞渊，你不是一直都不愿意出门吗？周瑞渊推着椅子来到杜晚春的身边，缓缓朝屋外看去。娘，有时候我们不能一直躲着。周大娘双眸微沉，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行，有你陪着晚春，我也放心。大哥，你的腿这样去会不会不太方便？不碍事，这么多萝卜，正巧也需要车子来运。
等下我让三弟到村门口王家借一下马车。村门口王家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，和周家一样不受村里人待见。不过他们对周家却是出奇的好，平日里找他们借一碗米呀，或者借一下马车，他们都十分大方。周大娘听着也觉得行，连忙从萝卜堆里面挑出了几个好的，递给了周昭。你去跟王叔说借一下马车，顺便把这个送给他们。哎，好的娘，我这就去。他拿好萝卜，转身就离开屋子，去了村门口。杜婉春见事情商定好了之后，开始收捡萝卜，把一些好的挑选出来，放在一旁簸箕里，准备洗洗泥。他捡着捡着，手一不小心碰到了另外一只手，冰冰凉凉的触感使他浑身一顿，连忙抬头看去，只见是周瑞渊。他的动作十分麻利，腰一上一下的，比杜婉春的动作还要快呢。他每动一下，头发丝也会跟着晃动一下，不知不觉的便划过了杜婉春的手背。相公，你……杜婉春一惊，有些意外，睁着圆圆的眼睛盯着他看，一直以为自家相公是个残的动不了的，没想到这腰还挺有劲儿的呀。周瑞渊瞧他一直看着自己，抬头看向他。你别紧张，我虽不能走路，但也能做点农活。他一双深邃的眸子微微抬着，细长的双眼皮，长长的睫毛，就跟那画中的男子一般，一笔一画精细的挑不出任何瑕疵。杜婉春离他很近，几乎能看清他的睫毛，甚至能感受得到他温热的气息扑在脸上，心顿时又扑通扑通的跳了起来。他连忙低下头，手脚慌乱的捡着萝卜。多谢相公。周瑞渊看着他慌乱的小手，眉宇间满是温和笑意。两人再没说话，静静地干着活儿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后院内，周峰正坐在石头上面发着呆，他抬头看着太阳出神。周大娘瞧见了，连忙说：凤儿，你怎么了？周峰看着太阳，娘，我总觉得我能看见光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啊，看见光？难道你和你三弟一样，眼睛突然好了？周峰摇摇头，不知道，总觉得有光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又好像没有。周大娘走到他身旁，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风儿，你能不能看见？周峰的眉头微皱，脸上满是失落。看不见。周大娘又再次试了试，这一次她直接用手挡住了他的眼睛。风儿，你还能看到光吗？周峰仔细地看了看，还是摇头。看不见了，全是黑的。随后周大娘又拿开了自己的手。现在呢？周峰凝神看了许久，眼皮微微眨了眨。娘，好像真的能看见一点光，就像黑夜里远远放着的一盏灯，很远很模糊。周大娘又拿手挡着。还看得见吗？周峰愣了一下，摇摇头。看不见。周大娘随后又拿开了手，不过这一回她没有跟周峰说。娘，我又看见光了。周大娘又惊又喜，抓着他的手臂激动地说：风儿，你眼睛是能看见了。周峰难以置信地愣在原地，他木讷着一张脸，总感觉不真实。相比周瑞渊的沉稳强势和周昭的活泼好动，周峰更像是那坐在书院里的士族公子，娴雅温润。眼睛瞎的他就像是一块宝玉少了光泽。周大娘欣喜不已，转身准备去前屋。我要去告诉你大哥。周峰立马拉着他说：娘，先别告诉大哥，我的眼睛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好了，免得大哥知道了以后会失落。好，我不告诉你大哥。这几天你别总是看着太阳，多休息休息，说不定再过10天半个月就完全好了。娘，等我眼睛好了，让我去京城吧。周大娘有些惊住，冷下脸看着他问道：你为什么想要去京城？我们现在这样在长留村不是挺好的？娘，长留村不能躲一辈子，我们不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会来找我们的。周大娘听得整个人一震，眸子慢慢垂下，脸上带着些许感伤，长叹一口气道：
你大哥方才也是这般说的。罢了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娘啊，都听你们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外祖父洗刷冤，小心说话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周大娘立马打断，眉头一皱。周峰收了方才的话。娘，我知道。周大娘脸色渐渐好一些，无奈地将他扶了起来。你们都大了，娘也管不了你们了。先别傻坐在这儿了，进屋吃萝卜，我们地里的萝卜可好吃了。周大娘把周峰领进了屋，前脚刚走，后院的俩鸭子又生了一窝鸭蛋。周大娘刚跨进门，就听到了鸭子的声音，连忙转身朝鸭窝里面看，见着窝里的鸭蛋，没忍住笑盈盈地说：“这鸭子可真能生，一天7、8窝，再生下去，莫不是满院子都是？娘，我还真听说过有生一院子蛋的鸡。什么？真的有？”周峰一边朝屋里走一边说：“真的，好像是很多年前在那个什么丰平村谭家。听说他们家的鸡一晚上下了一院子的蛋。胡说，一定是骗人的。仔细一想，还真是胡说。”他们的谈话被不远处的杜婉春听到了，只当是笑话，但是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有些耳熟，到底是在哪里听过呢？可仔细一想，又想不起来。一家人收拾好了萝卜以后，周大娘挑了几颗个头大一点的萝卜，切了丝，就着煮好的鸭蛋，煮了一大锅的萝卜丝鸭蛋汤。那汤十分的鲜美，杜婉春平日里胃口不算大，但是这一次她吃了3大碗。周大娘见着她吃得香，心里也高兴，一边笑一边说：“等以后日子好了，我再给你们多做几个菜。”多谢娘。你这孩子，谢什么谢呀，都是一家人。周大娘起身，笑着把锅里剩下的萝卜汤都盛了出来。周昭跟在她的身后：“娘，还有糕点，你做的糕点最好吃了。”好，到时候娘把你喜欢吃的糕点全做出来，让你一次性吃个够。娘真好。杜婉春在一旁看得羡慕不已。她有的时候在想，要是自己的娘也能在自己身边就好了。很奇怪，她这般想时，脑海里竟然晃过了一段她从未见过的画面。她牵着一位女子喊娘，那女子长得极美，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。她自个儿愣了一下，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位娘啊？杜婉春摇摇头，继续喝了一口碗里的汤。她圆圆的小脸因为喝了热汤而变得红彤彤的，瞧着比刚来的时候气色好上许多。周瑞渊缓缓放下碗筷，目光不知不觉地看向她，见着她嘴角的泛粒，没忍住伸手轻轻地帮她擦掉。杜婉春感觉到她指腹的温暖，微微一惊，抬头看向她，见到她那双深邃的眼睛，整个人如被电流穿过，连忙低下头，拿出帕子擦了擦嘴。周瑞渊将悬在半空中的手立马收了回来。吃过饭后，一家人忙着把萝卜搬上马车，一直忙到了天黑。天黑过后，杜婉春拖着略显疲劳的身体回到了她和周瑞渊的房内。许是不巧吧，她刚掀开帘子，便发现周瑞渊正坐在椅子上换衣服呢。周瑞渊穿着一身单薄的白色亵衣，上衣的衣襟是开着的，露出里面纹理分明的胸膛。杜婉春还是头一次见到男子如此模样呢，她连忙转过身：“相公，你换衣服啊？”她脸颊红红，心扑通扑通的跳得极快。周瑞渊动作迅速的将衣襟系好，朝他说道：“好了，进来吧。”杜婉春听罢，微闭着眼睛，转身朝着床边走去。许是因为太过紧张，她这一转身，一不小心就绊倒了床边的小凳子，整个人直接朝前摔了下去。这一摔，不偏不倚地摔到了周瑞渊的怀里。她坐在周瑞渊的身上，脸颊隔着薄薄的亵衣，紧贴着他的胸膛，炙热的皮肤透过布料，传来阵阵让人心潮澎湃的温度。周瑞渊被他这么一撞，骨头微微有些发疼。你怎么样了？杜婉春发觉自己失礼了，连忙坐起身准备起来。谁知道这时周瑞渊居然搂住了他的腰。他的手很长很宽大，仅是一只手就能握住他的腰。
吓过你？杜婉春吓了一跳，虽然她已经做好了跟周瑞渊同房的准备，但是她现在腿还残着，能行吗？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，周瑞渊竟然2只手托着她的腰，将她整个人抱了起来。杜婉春本能的变得紧张，情不自禁的伸出手搂住她的脖子。周瑞渊微侧过身，缓缓将她放在了床上。他躺在床上那一刻，突然明白，不是他相公不行，而是他相公现在还不想。周瑞渊推着椅子侧过身，背对着他说：“你先歇歇，我还出去看一会儿书。”他说完，拿起一旁的灰蓝色长衫披在了身上，推着椅子出了房门。杜婉春看着他的背影，有那么一刻想将他换回来，可是仔细一想，既然他尊重自己，那自己也自然尊重他了。他不想定然是有自己的顾虑。杜婉春换下了外衫，躺进了被窝，睡起觉来。周瑞渊离开屋子以后，来到了大院子里，借着院中的月光看着书。与其说是看书啊，倒不如说是来泄火。屋外阵阵冷风吹在他滚烫的脸上，吹在他腰裤里的火气上，令他逐渐冷静下来。他靠着椅子，看着天上挂着的明月，摸了摸无法动弹的腿，脸上平静了许多。这一晚注定又是一个无眠夜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翌日，杜婉春和周瑞渊二人驾着马车，将一车的萝卜带进了成安县。成安县虽然地处偏远，但却十分的繁荣，里面的商贩是应有尽有，大街小巷都是各种各样的铺子，一眼看去都是随风飘着的商铺旗子，以及林林而来的车马和川流不息的行人。杜婉春已经许久没有来县里了，看着热闹的人群，她脸上也满是笑容。他们将马车赶到李家后门，杜婉春让周瑞渊坐在马车里等，守着里面的萝卜，然后独自来到后门敲门。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灰色衣裳的小伙子。你们是来送菜的？不知何大婶可否出来接菜？他知道平日里卖菜给李县令家的人都是这样送菜，所以他特地钻了空子，让何大婶出来一趟。好的，我这就换他过来。小伙子转身进了院子。没过多久，何大婶出来了。他见着杜婉春的时候愣了一下。你是婉春吧？是啊，婶婶。何大婶激动不已，拉着他的手。哎呀，自从你娘走后啊，就很少再见你了，近来可好？回婶婶的话，我现在嫁人了。何大婶一听说她嫁人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我听说你继妹她嫁给了我们大少爷。”是啊，她现在可还好啊？何大婶眉一挑，小声说：“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她嫁进来当天呀，老爷和夫人大吵了一架，2个人都不待见她。而我们大少爷素来就是个花花肠子。”他点到即止，没有再继续说下去。杜婉春对此事并不意外，当初他和娘来县里面送菜时，就无意间听说过县里的一些少爷们都是纨绔子弟。现在听何大婶说李大公子也是如此，也并不觉得奇怪。好与不好也都是他自己选的。哎，婶婶，你们府上还需不需要萝卜呀？我们家萝卜可好吃了。萝卜？哎呦，还真是巧了，我们家老爷呀最近正想吃萝卜。你们家萝卜甜不甜啊？他说着朝杜婉春身后的马车看去。周瑞渊从马车里探出半个头，递给了他一个削好的萝卜。何大婶见着了周瑞渊，一下子惊呆了，愣是许久没有回神。杜婉春朝他问道：“婶婶？”哎呦，这位后生长得可真是俊俏，我这10里8乡的，这还是头一次瞧见呢。杜婉春露出小梨窝，笑了起来。他家相公好看，他是知道的。婶婶，你先尝尝萝卜，